天灾人祸是我们所阻挡不了的事情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唯有活在当下，珍惜当前，因为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来。有人说患难见真情，一些平时对你漠不关心，甚至会对你冷言冷语的人，实际上他未必对你真的不好，因为有的人不善于言谈和表达，所以让人误以为他很冷漠。可实际上未必是这样的，很多人是默默地关心自己身边的人，平时也许不太起眼，关键时刻一定有他的身影和关心出现，只是平常大家一起是因为太过于熟悉，所以常常忽略了对方的好。都说婆婆不是妈，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有些婆婆对儿媳妇的爱都藏在平时的行动里，不说出口并不代表不关心对方，有事的时候才是见证真情的时候。龚雪和周新武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，两人共育有一个女儿，看着女儿渐渐长大，觉得一个孩子有些孤单，于是两人便萌生要2胎的想法。没想到龚雪夫妻俩的想法还得到了双方父母的支持，随后龚雪便积极备孕。也许是因为还年轻的缘故，很快龚雪便备孕成功，全家人都替他们夫妻俩感到开心，大家都在期待宝宝的到来。为了让龚雪安心养胎，丈夫和婆婆更是包揽了家务，让龚雪安安心心的养胎。龚雪顿时成为身边亲友所羡慕的对象，身边的亲友都很羡慕她找了一个好婆家。很快龚雪怀孕8个月了，这天恰巧是龚雪预约产检的时间，因为此时龚雪已经是孕晚期了。不放心的周新武决定陪同妻子去产检，像往常一样，周新武决定开摩托车送妻子去医院做产检。可当他们刚去到半路，行驶在他们前面的一辆大货车的车门突然打开了，龚雪和周新武避让不及，车门狠狠地打在龚雪的头上。随后龚雪和周新武所乘坐的摩托车立马翻倒在地上，他们夫妻俩被甩出去好远。龚雪受了重伤，来不及多想，周新武爬过去查看趴在地上的妻子。此时的龚雪已经失去了意识，她的头上有一个血窟窿，龚雪的鼻子、耳朵还有口都流了很多血，地上到处都是龚雪留下的血。顾不上自己的身上的伤势，周新武立马拨打急救电话，很快救护车到了，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，龚雪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。到医院后，龚雪被紧急送往手术室里，医生初步诊断龚雪的伤势严重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医生坦言术后恢复的怎样，其实要看龚雪自己的造化。她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，有可能会瘫痪，甚至有可能会挺不过来等等，这些因素是人为不能操纵的，所以保大还是保小就得家属尽快做出决定。随后主治医生过来问家属，因为龚雪头颅受伤严重，急需做开颅手术，但并不能保证龚雪能平安下手术台。一旦做开颅手术，就必须要打全麻。可此时龚雪已经怀孕8个月了，如果给她打全麻的话，必定会影响到她肚子里的胎儿。随后龚雪的主治医师过来问家属，到底是保大还是保小。此时的周新武早已哭成了泪人，因为车祸后妻子受伤严重，他心乱如麻。当龚雪的主治医师问他，他躲在地上痛哭了起来，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六神无主，不知该如何做决定。龚雪的婆婆点胡细阳，化名，也一样难以做出选择。她哭着告诉记者，龚雪是一个很好的儿媳妇，同时也是他们家的顶梁柱。她不敢想，如果龚雪有个3长2短的话，他们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。最后胡细阳忍痛做出决定，保大。他苦苦哀求医生一定要把龚雪救活，就算砸锅卖铁，他们也要治龚雪，就算龚雪以后瘫痪了，他们也会好好的照顾她的。因为在胡细阳眼里，
只要宫雪还活着，自己的孙女就还有一个完整的家。随后经医生再三确认后，产科和神经科的医生都赶了过来，他们决定开颅手术和剖宫产手术一起进行。2个小时后，宫雪剖宫产生下了一名男婴，因为宫雪受伤严重，加上孩子早产，所以小男孩的身体情况不太好，随后便被紧急送去了新生儿科，并住进了保温箱里。周新武和宫雪的亲友站在手术室门外坐立不安了起来，他担心医生很快就出来，然后又不好的消息传出来，他很害怕，更多的是担心宫雪的身体情况。5个小时后，宫雪被推出手术室，但很快便被安排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里，他没有意识。每天周新武会有半个小时的陪护时间，对他而言，妻子这样的情况已经是最好的了。但他表示，以后不管花多少钱，也不管宫雪是植物人还是偏瘫，他都会一直陪伴在宫雪身边，不离不弃。而胡锡阳则表示，以后他一定会和儿子一起把2个孩子带好，然后照顾好宫雪，一家人一辈子都不离不弃。宫雪和丈夫周新武的经历让人唏嘘不已。事实证明，这世上还是有很多的好婆婆，并不像别人口中十恶不赦的坏婆婆。婆婆虽然不是妈，但她们也有好的地方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毕竟人无完人，有时候不能要求别人太高，人活着知足就好。通过宫雪和丈夫出车祸一事，可以看出她婆家人真的是有情有义的人，因为在意外发生后，不是所有的婆家人都能接受得了的，因为光治疗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这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。很多人都怕到最后人财两空，还背负债务，所以他们一般会选择放弃治疗。可以说宫雪是幸运的，也可以说她是不幸的。她幸运的是有一个真心爱她的丈夫，以及一个好婆婆。不幸的是，她即将再次做母亲时，却遭遇横祸。命在旦夕，好在孩子平安出生，相信宫雪和他们的小宝宝能度过危险期的。